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性是人类的天性，对于男女交往来说，性生活不仅能够增加彼此之间的感情，还能够帮助彼此也舒缓压力。所以不管对于男女来说，性生活是必不可少的。而在生活中，有一些男性因为没有伴侣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让自己长期的没有性生活。他们认为没有性生活是清心寡欲，对身体有益。没有伴侣，没有工作，单身的朋友们把更多的时间和金钱都花在自己的身上。保持单身的理由也很简单，谈恋爱多麻烦啊，一个人多快乐。可你知道吗？长期失去性生活的你，身体也在慢慢的发生变化。人类的性生活正在消失。著名的医学期刊 BMJ 发表的一项大型的研究显示，人们的性生活频率越来越低。伦敦保健与热带医学院在1991、2001以及2012年对3万多名16到44岁成年男女的性生活频率展开调查，结果出人意料。2001年 23% 的女性表示，过去的1个月中没有发生过性行为，而2012年这一数字增加到 29.3%， 男性则从 26% 增加到 29.2%， 亚洲也不例外。日本媒体甚至用无性症候群来调侃这种状况。2015年的统计中，有 43% 的18到34岁的日本青年没有过性经验，而在10年前，这个比例只占1/3。在中国，根据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的2000到2015年中国的全性调查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5年，18岁到30岁的同居或者是已婚的年轻人里，男性每月性交少日1次的比例从 7% 增长到 20%， 女性则是从 3% 上涨到 14%， 男性没有兴趣的比例从 4.8% 上升到 12.1%， 女性则从 12.8% 上涨到 27%。由此可见，青年人群的性生活频率持续下降。稳定的性生活可以使身体释放激素，帮助解压，甚至于得到更好的睡眠。长期没有性生活，身体会发生什么？那么，如果长期没有性生活，对身体会发生些什么变化？对于成年人来讲，有规律的性生活对身体具有诸多的好处。但如果长期没有性生活，对人体存在一定的危害。影响免疫系统。一项研究显示，每周有1到2次的性生活的大学生，被证明具有更高水平的免疫球蛋白 A 抗原。这种抗体在免疫系统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性生活少可能会导致身体抵御疾病的能力下降，导致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影响记忆力。性可以帮助大脑生长神经元，往往可以使大脑善于回忆记忆。如果长期没有性生活，可能会导致体内荷尔蒙积载过多，无法释放，最后导致自身记忆受到影响。容易导致抑郁症。由于性生活可以帮助释放彼此的压力，让彼此感到愉悦。由于男性很容易受到工作以及生活上的一些压力而让心理负担加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通过性生活将自己的这些压力释放，就会让这些负担压在心中。一些承受能力比较弱的男性就容易会出现抑郁症以及其他的精神疾病。前列腺炎。前列腺炎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男性疾病，而且在出现这种疾病后容易反复。男性长期没有进行性生活时，就会让身体的欲望得不到释放时，前列腺会因为长期的处于充血状态而引起炎症，导致前列腺炎的出现。增加心血管发病几率。其实性生活也是一种有氧的运动，因此正常规律的性生活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心脏功能和肺活量也会因此得到锻炼。
如果长期没有性生活，那么心血管疾病以及肺部疾病的发生几率则会比性生活正常的人会高很多。6. 内分泌失调。拥有规律且适当的性生活，女性的雌激素就能够正常的分泌。如果长期的不进行性生活，雌激素分泌就会不足，就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内分泌失调一个最明显的外在表现就是容易长痘，使皮肤变差。7. 容易患上阴道炎。阴道是有一定的自洁能力的，阴道的这种自洁能力依赖于本身阴道的分泌物。如果长时间的禁欲，阴道分泌物也会难以分泌，自然就容易使细菌滋生，也就更容易患上阴道炎。8. 更年期提前到来。因为长时间的不进行性生活，女性的雌激素分泌就会有所不足。女性雌激素分泌不足，就会使女性提前进入更年期，也会使女性加速衰老。所以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如果长时间的不进行性生活，对身体的危害都是很大。所以为了自身的健康，一定要有规律而且适当的进行性生活。另外，规律性生活也会使夫妻之间的感情更加的亲密，而且让彼此变得更加快乐。3. 性生活多久一次才正常？所以到底多久一次才正常？夫妻性生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不过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式来进行推算，即用年龄的10位数乘9，所得成绩的10位数作为时间，个位数作为时间内应有的性交次数。例如30岁的人，用10位数3乘以9，即等于27，便是在20天内有7次的性生活，也就是大概每3天1次为正常。当然，这个公式只是以供参考的，不必硬照公式频率来进行。唯一先决条件取决于夫妻双方的身体情况，能否允许承受这样的强度的体力活动。夫妻生活和谐会让人产生良好的情绪，这种良好的情绪不仅会增加自信、焕发青春，还有利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减少多种疾病的发生。总的来说，如果夫妻双方长时间不同房，确实可能会影响双方的健康。但更重要的是夫妻双方对这件事的看法。如果由于健康问题无法进行性生活，而夫妻双方对于此事觉得都认可，并不会觉得不满意，那也是没有问题的。相对于和谐的性生活，和谐的夫妻关系更加的重要。性生活是美好的，但是建议大家在性生活的过程中要记得做好安全措施，不仅能够避免怀孕，还可以有效的隔离性疾病。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